说到日本在二战末期的自杀特工队，大家或许会想到他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武士道精神。但是那些真的执行过任务的特工队员，真的都是这样想的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不死之身的特工兵吧。嗨喽，大家好，我是志奇。二次大战的末期，日本集结败退，当时海军中将大西隆治郎提议要成立特别攻击队，要求飞行员以一人一机、一弹换一箭的自杀战术迎敌，牺牲自己保卫国家。而在战后，日本主流的观点大多呢也会把执行任务的特工队员们塑造成拥有崇高的理想、自愿为国捐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爱国者。不过，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就要从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带我们重新认识这段历史。日本作家洪尚尚史所著的《不死之身的特工兵》，内容聚焦在一位真实上过战场、寿命多达9次，但9次都生还的陆军特工队员佐佐木有次。从他的故事再次审视特工队这项极具争议的战术。特工队成员的真实心声是什么？特工真的有大家说的这么厉害吗？军方为什么执意要推行特工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忙碌的早晨，想要快速来杯咖啡醒醒脑吗？那你可以看看这台 GE Profile 推出的全自动意式咖啡机，让你在家就能够享受香醇咖啡。这台咖啡机有一键冲煮功能，搭配20巴高压萃取，45秒风味咖啡快速出杯，让你想喝就喝，不用久等。另外迷你的机身宽度只有18公分，小小设计不占位，节省家里空间。还有科技动态灯环，操作状态还有通知资讯一目了然。更方便的是，它的出水口可以自由的调整高度，不怕咖啡喷溅。而且不管是意式咖啡杯还是大容量保温瓶都可以轻松的装取咖啡哦。现在上嘖嘖享早鸟优惠，马上点击资讯栏连结，了解更多的资讯吧。1923年，佐佐木有次在北海道出生他从小就很喜欢追着天上的飞机，梦想长大以后也要跟帅气的飞行员一样在天空翱翔。17岁的那年，他通过了地信省的航空机驾驶员培训所考试。那这个地信省其实是日本负责掌管交通通信、电力的行政机关。他们培养出来的飞行员，平常会从事民间工作，但在必要时就会被招入前线，算是一种储备的军用飞行员。而在从这个培训所毕业之后，1943年，佐佐木被分发到了牟田陆军飞行学校，每天都驾着99式双发轻轰炸机练习俯冲式轰炸，准备随时上战场。那时间来到了1944年的10月，佐佐木以优良的飞行技巧被招入由岩本义成大尉带领的陆军第一批特别攻击队万朵队。那在这边我们也要稍微的补充一下一般说到日本的自杀特工队大家最先想到的应该都是神风特工队，但其实不同的特工队都会有各自的名字。像是神风特工队就是隶属于海军，他们之所以最有名可能是因为这是第一个出特工任务的队伍。那以佐佐木加入的陆军万朵队来说，万朵的意思就是开满樱花的枝头，象征这些飞行员要像美丽的花朵一样消散。而在万朵队正式成立之后大家也整队要出发前往菲律宾的基战区准备战斗。不过包含了佐佐木在内的飞行员们一直到抵达机场看到飞机之后，他们才发现上级要他们执行的任务其实就是再也回不来的自杀特工。书中描述当佐佐木等万朵队的飞行员们在机场要领取各自的飞机前往菲律宾时，他们这才发现每架99双轻都经过改造，机头前有3根突出的毛状物。原来这3根突出的角是所谓的引信，只要受到撞击就会引爆机体内炸弹。而至于99双轻原本该有的机关枪炸弹投落器等等，早就已经被拆得一干二净。而这样子改造为的就是要确保飞行员们没有生还的选择，只能够用自杀攻击的方式引爆炸弹。面对上级的死亡命令，佐佐木感到非常的疑惑，因为他不是正规军人，也不是少年飞行兵出身，没有经历过军中那种绝对服从的教育，所以他从一开始就不懂为什么非得要用自杀式攻击。他觉得努力攻击敌方，试图生存，然后再一次的出击才是打击敌人最好的办法。除此之外他也想起打过日俄战争的父亲曾对他说过，人不应该轻易舍弃生命，所以佐佐木心中就暗自的决定，无论如何我都要想办法活下来。那好在万朵队的队长岩本大尉也跟佐佐木抱持着同样的理念。
从一开始岩本大卫呢就反对特攻，而且积极的主张跳弹轰炸，也就是类似打水漂，把炸弹投向海面，用反弹的方式命中敌方的军舰。那面对上级的极端政策呢，岩本大卫更决定要违背命令，擅自的更改这个机体的构造，让飞机呢从必须要冲撞才能够引爆炸弹，改为可以手动投掷炸弹，这样呢就不用人机一起引爆，增加生还率。而在岩本队长的带领之下呢，佐佐木与万朵队也以菲律宾为基地展开特攻任务。1944年的11月12日，年仅21岁的佐佐木有次驾驶着带有800公斤炸弹的99双氢第一次执行任务。起飞之前呢，他已经想好了之后的逃脱计划，打算呢在找到美军军舰投掷炸弹之后，把握时间飞离战场，以求顺利的生还。那在飞抵雷泰湾之后，佐佐木错过了他原本锁定要攻击的军舰，所以改打体型比较小的登陆舰。那虽然最后他投的炸弹并没有命中目标，但至少呢他自己还是顺利的活了下来。而他回去之后，机场的地勤士兵们大家都很开心看到佐佐木能够活着回来。但是万朵队的上级第4空军司令部看到他回来却没有好脸色，反而一副你怎么还在这的态度。很快的，上级就分发给他第2次任务，并要求他下次攻击的时候请务必击沉战舰，等于是在暗示他与敌人同归于尽，别再回来了。而接下来的第2次到第9次受命佐佐木历经了包含飞到一半遇到爆炸而迫降，没能够展开攻击，出发前呢就在机场被美军攻击，看着伙伴呢死在自己的眼前，被派单机出击出击之后呢有击中目标等等不同的情境，但不变的是他始终都有活着回来。看到他顽强的求生能力上级司令官越来越不满，甚至还曾经破口大骂，叫你去死你就给我去死。这就奇怪了，难道自己人活着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吗？长官到底为什么那么希望佐佐木战死呢？作者在书中指出，长官之所以希望佐佐木战死，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早在佐佐木第一次出任务之后，就向上灌水战果，说佐佐木呢以奔雷之势撞向敌方的战舰，成功将之击沉，还直接回报佐佐木已经战死。而且这个消息呢，一旦报告给天皇，基本上就没有转圜的余地，否则呢，等于是军方在向日本天皇说谎。那为了符合特攻队不准生还的原则呢，司令部就一再的要求佐佐木出击。当佐佐木第6次出任务，并且成功的击沉一艘大型船舰之后，军方又再次的对外宣告他已经死了。而佐佐木的家乡父老们呢，在2度听到他战死的消息之后，也都为他举办了隆重丧礼。那时间来到了1945年的1月，当时美军登陆吕宋岛，日本第4空军的司令官眼看情势不妙，竟然自己先搭机逃往台湾。结果司令官一走呢，整个军营兵荒马乱，斗数的人呢都急着想要离开菲律宾，纷纷搭上前往台湾的飞机。而至于佐佐木呢，还因为早就被军方视为战死者，根本无法取得搭乘证明，只能够与剩下的几位同胞们留在菲律宾的山区自生自灭。那当年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了。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2颗原子弹，逼迫天皇投降，大战结束。1946年的1月，佐佐木搭上美国的运输船，从菲律宾回到日本。而他回到日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办理户籍，恢复活人的身份。终于回到故乡北海道，他从此不再飞行，结婚生子之后，就在乡下务农为生。最后呢，在2016年以高龄92岁离世。不过话又说回来像佐佐木这样子能够撑过战争生还的特攻队员，毕竟还是少数。根据统计，二战时期呢，日本的特攻战术总共牺牲了多达4000名飞行员的性命。但是这些壮烈的牺牲对于日本的战况真的有帮助吗？换句话说，自杀特攻队是有效的吗？其实早在出任务之前呢，日军的内部就分成了支持特攻派与反对特攻派。当时支持特攻的人认为呢，日本飞行员的技术不够好，就算使用俯冲式轰炸也很难击沉敌方的船舰。既然这个样子，那还不如用一架飞机换取敌人的一艘船舰。同时，他们还认为这种为天皇与国家效命的崇高精神足以让日本扭转劣势。但是，包含了万朵队的岩本大卫在内，有不少资深飞行员都从技术的角度反对特攻。他们认为用人机一体直接冲撞这个船舰呢，只会让炸弹在甲板上面就爆开，而当爆炸的地点没有进到船舰的内部，最后一样无法击沉对方。这就好像呢，朝着水泥墙砸鸡蛋，鸡蛋一定会碎光光，但水泥墙呢只是稍微被弄脏而已。总之最后日本呢还是采取了壮烈牺牲的战术。而本书作者为了研究这种攻击的效果，引用了历史学者小泽玉郎《沉重的真相：虚构的特攻神话》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面呢，小泽以美方释出的资料比对日军的相关数据。那根据他的分析特工队恐怕从来都没有击沉过任何一艘正规的空母、战舰或是巡航舰，只有击沉相对脆弱的护航空母以及船身单薄的驱逐舰。刚刚我们讲到的是击沉，也就是把对方的船打到沉入海里，这个定义还蛮明确的。那除了击沉以外呢，还有另外一种战果叫做击破。但这个击破呢，其实一般呢又会根据船体的损伤分成3种。大破船体呢必须大修，否则不能够再投入战斗或者是航海。中破就是这个船体虽然受到了损伤，但还是可以运作。小破呢则指这个天线折损甲板破损这种根本不影响使用的伤害。那在日本军方的主流计算当中，他们一直都把小破也算入特工有效的统计资料当中。同时呢，他们也把这个击破扫雷舰鱼雷快艇等等的这个其他舰艇与登陆运输船舰算入战果，导致数字呢有被灌水的嫌疑。另外，作者在书中也补充，如果我们看回佐佐木的经历，他在9次的寿命初级当中，其实也只有2次投落炸弹，1次命中目标。那相比其他许多人都只有1次出击的机会，作者质疑怎么可能大家都这么准？所以他又抛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既然特工队的战果根本就被灌水的嫌疑，长官们都知道让自家飞行员牺牲并不能够真的扭转战事，那他们到底为什么还要继续的坚持推行特工呢？为了探究下令者为何坚持要出动特工作者引用了修罗之翼零战特工队员的真情一书。这本书呢是零式战机资深飞行员角田柯南的自传性战史。书中提到呢，当角田接获特工任务时，海军参谋长小田原俊彦曾经向他透露特工队成立的目的。根据小田原参谋长转述大西隆治郎，也就是特工倡议者的说法，特工的任务的意义呢，在于一旦日本社会都相信年轻人自愿舍身救国，天皇陛下呢也愿意体恤国民，在他知道特工队牺牲之后，主动向国际投降，那么就算日本战败，也能够虽败犹荣，保住民族的尊严。换句话说，自杀特工呢，从来都不是为了扭转局势，而是为了对内拯救日本民族。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军方就必须努力的维持特工队员们自愿赴死的热血形象。除了在招募队员时呢，会利用各种欺骗与逼迫手段迫使这个队员们就范，他们还会虚报战果，刻意隐藏那些幸存者们，来巩固军队的士气。而在战后呢，这些下令者们更是出版了各种回忆录，歌颂特工队的荣光。除此之外呢，作者也认为其他媒体们的推波助澜，比如报道特工队员们如何舍身取义、可歌可泣的故事，更是让现在日本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对于特工队有错误认知的另外一个推手。在研究这个主题之前呢，我们对于日本特工队的印象正是其实就蛮基本的，大概就只是知道自杀特工队有很多的争议，有不少人为此牺牲。一直到看完这本书之后呢，我们才发现原来在日本的主流论述里面，大家对于特工的想法呢，好像都是觉得这是一种战争时的必要手段，军人呢能够为国家牺牲是非常光荣的事情。而至于幸存的特工队员呢，则会被贴上贪生怕死的标签，承受外界的闲言闲语。而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呢，大多数的飞行员战后都会选择晋升，不愿意再回顾这段过往，甚至光是想起都会觉得痛苦不已。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对于佐佐木先生在经历这么多的创伤之后，还愿意把自身的经验分享出来，实在是感到由衷的敬佩。另外呢，我们也很佩服洪上上史，也就是本书的作者，为了让人们更了解特工队，他不但研究许多关于特工队的文献，为读者们呢详细的梳理各种资讯，也实地跑去北海道札幌的医院多次访问佐佐木有次。那么认为虽然战争呢已经结束了快80年，但现在大家能够从特工队员的视角重新再去审视这段历史，还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一场战争的构成呢，并不只是赢家还有输家，或是加害者与被害者这么的单纯。对于被轰炸的美军来说呢，轰炸他们的特工队员是加害者，但对于执行任务的队员来说，他们也觉得自己是被长官骗去自杀攻击的受害者。他们的心声与亲身经历，让我们再一次的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在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如果今天换作是我自己被长官要求要执行自杀任务，我真的有办法做到吗？若从军力的角度，不论要求合不合理，命令就是命令，但在生命诚可贵的角度，人的性命又怎么样能够被轻易的舍弃呢？另外，关于特工队究竟达到多少战果，至今其实还有很多的争议。这本书的观点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我们自己是觉得战术是否有效，跟军方是否就可以以此为凭证，要求军人们送死，这2件事情呢，还是要分开来看。
好的，那因为篇幅的关系今天只能够先聊到这边。书里面呢，其实还有收录佐佐木与作者的对谈记录，作者分析日本民族为何适合特工等等章节。另外，这本书呢，也是目前少数有被翻译成中文的特工队纪实作品。作者用他朴实不渲染的文笔，让读者们呢，就算没有经历过战争，也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当事者们在当下所面临的挣扎。所以这边呢，我们也推荐给想要了解更多细节的观众们，亲自去翻翻书，支持好书与出版社。那这集的最后呢，我们也想来问大家如果换作是你被招进特工队，你会怎么做呢？愿意出任务保卫国家，但同时呢会想办法活着回来。既然国家要我牺牲，那我一定在所不惜。所以应该要从一开始就想办法拒绝，不要加入特别攻击队。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日本的特别攻击队。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战争中的杀人心理以及2战东京大轰炸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